俺朋友说好10万块钱买俺家祖传的这块龙阳，结果凭你证明是真币之后，他竟然又说不要了。我说句公道话，你这个是江南甲辰龙阳，搁平时比较常见。你即使不去评级入盒，这也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啊，确实值不了10万啊。他如果不是告诉我10万回收，我也不会兴致勃勃的先去花钱评级。评完级，他又嫌弃这嫌弃那。其实我觉得评级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损失，毕竟这好歹已经评级入盒了。虽然说只给了没分的 AU02，但是实物状态还是不错的呀。最起码全龙鳞全字口类，有些人对于裸币看不懂真假，最起码评级入盒之后能保证真假没问题就行了。真假本来就没有问题，只不过是他看不懂罢了，这才让我去评级。评级之后又说没有分，这不明摆着挑我毛病了吗？确实是有点挑毛病的意思。我倒觉得你这个银元啊是属于严评了，无论是褒奖还是币面的状态，都比那些带分的强多了。一般我们个人拿去评级入盒，像这些评级公司啊，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，能不给你分，一般通通都不会给你分。那为啥呀？我感觉那么好的银元不给我分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原因其实有很多，并不是他们评级师的问题。你像在国内的评级公司啊，大多数都有那个人情分，而且人情分的水分非常大。如果你是他们的代理，或者是他们的加盟分公司，就你这个状态，给个 MS61分都没啥问题。我还是没听明白，这给分和不给分一下子能从那么多钱吗？这一下子能从10万掉到不要吗？肯定不是你说的那样，给分不给分哪有那么大的降价幅度啊？给分肯定是价钱高一些，不给分也有不给分的市场价。归根结底啊，你这个江南甲辰，它确实值不了10万。刚开始他就是要给我10万，只不过他是要拿着我的银元去深圳去卖，卖了之后再给我钱。我是怕他1分钱不给。别说他跑到深圳，他就是跑到纽约，他压根也卖不了10万。那朋友拿着你的银元去卖，他这是属于空手套白狼，应该是遇到了网上报高价的骗局。为什么说你这个江南甲辰不值10万啊？第一，它这个属于比较常见，在江南省造的银元里边，你看总共发行了8个有纪年，1个无纪年，发行量最多的就是这个江南甲辰，很常见的银元而已。第二个就是你这个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版，在这个版上并没有什么亮点，因为银元好坏啊都是看版给钱的。第三个就是评级公司给你乱评了，这么状态这么好的银元啊，只给了你个 AU02，AU 就是流通过了美品，02代表清晰，这笔面我咋看就没有清晰，这只能说他给你乱评了，本来应该是给你分的，结果没给你分，奈何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但是值不了10万，目前来看3000以内吧。3000以内，对10万，这俩价格一下错了30多倍的利润啊！这给分不给分，这一下错价错了太多了吧？其实你这个江南甲辰确实和分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朋友之所以给你报10万，那完全是深圳那边的专家给他报了价比较虚高，可能是10万以上，他应该是想从中赚取差价。我分析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，怪不得我问了几个人，他们都给我3000左右，原来里面有问题。对，这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不可能价值10万的银元，你去几个店，不可能做到统一。如果大家这个口径都统一啊，那只能说明它这个市场价就是这样。我建议你也别让那朋友乱跑了，几千的银元给你报几十万，人家肯定是有所图，银元肯定几十万卖不掉，跑一圈再花点钱，说实话就不值当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做个好人端上念想，给你吧，你帮我算一算。那行吧，行吧。俺这个亲家真是隔着门缝看人，咋嘞？这分明是看不起俺闺女啊！第一次去他家做客，竟然2个大红包里装了2个破银元。第一次见面就送俩银元，寓意价值各方面都没啥问题啊。来，我看啥个银元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，第一次去男方家，必须得分个5000的红包。你这2块都是评级入盒的盒子币，一大一小，状态都挺好啊。我看这要比5000的红包排场的多。排场啥呀？刚开始给了一个小的，以后走的时候就给一个大一点的。这个小的是2角辛丑银号 MS64的押金分，币面你看多少还带一点转光
另外一块是乳皮盒的大秦选3，虽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状态却是原味的。刚开始给一个新丑2角，应该是那亲家嫌少，最后才给这个大秦选3。我也是看透了，我亲家这是格局没打开。对于孩子的这婚事啊，我也不看好。拿这1块2毛钱来敷衍我绝对不会让我闺女给他儿结婚。你这样激动的话，只能说你对姻缘银好不懂。现在又不是以前了，恋爱都自由了，你不能说这看这俩东西不舒服，你就不让孩子结婚啊？我确实看这俩姻缘不舒服。你说1块2毛钱，这不是拿来寒碜人了吗？你这绝对是有误会。这个1元啊，在过去晚清民国那时候的面值，放到现在来说，就相当于是800左右的购买力。而这种2角是辅币5个2角才能兑一块这样的银元。你看看吧，你这说的都很清楚了。1块钱才相当于800，而那个2角5个才相当于1元。对，800除以5，这才拿到哪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都怪我没把这个价值给你讲清楚。你看小气儿，我的意思啊，800是当时的购买力，并不相当于他800现在能买1块银元啊。这事儿并不怪你，主要是你不了解我亲家的为人。心酸还刻薄。一般有钱人都这样，因为他们挣钱不容易，所以花钱的时候啊，都花在刀刃上。这俩银元啊，要远远高于你说的这个5000的红包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我这回去啊，就让他俩好聚好散。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好婆家。我不给你打马虎眼了，还是给你说他们实在的价钱吧。先说这个2角，这个评级啊，能给到 MS64分。足以说明这个状态就是未流通过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，可以说是满龙鳞。新丑在江南币里边算是发行量少了。搁平时啊，它并不常见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小，这银毫和银元是一样，都是物以稀为贵。这个价值的话，我能给到你想要的红包数5、6千的样子。你没搞错吧？没有，就这么一点能值5、6千？对，这说出来谁信啊？那你不懂的肯定质疑啊。像我们经常玩银元了，说的就是它的大概市场价。而另一块大1号的大秦选3，虽然说它这个面值是1元，但是现在啊，绝对没有说看面值定价的，主要参考的就是它的存世量和状态。只要是中央龙，存世量都不多。而你这个虽然说没分，但是壁面包浆却是原味无稀的大青啊，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，你这个花枝没有弱打，龙鳞还挺好，整个壁面我没看出来有啥任何毛病，看状态差不多万8块钱的样子吧。乖了，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2个1万好几了。对，那看来是我愚昧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可丢大人了。主要还是因为你不懂，这个俗话说得好啊，不知者无罪嘛。再说了，你也只是发牢骚而已。又没有对恁亲家做出实质性的怪罪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闺女找什么样的这个婆家，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们当家长的只能给他做一个参考，具体好不好还得看孩子怎么想。这俩银元你还给孩子拿回去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瞎操心了，谢谢你啊，没事。这一次我不发财都难啊，我给富二代盖房子去了，没想到，他地基下竟然放的有块金砖。这黑不溜秋的，这哪是金砖？况且如果这是实心的，这么一个大个，重量也不对呀。这是我用障眼法，外面粘的都是水泥。那我给你用纸来给你擦一下，你看看。好。说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哎呀，擦都掉，你看见没有？背面也擦着，背面擦也带坏，也是黄金的。障眼法，你还真别说，这果然是变黄了。这上面竟然还有落款“大唐贞观年间”，这意思这金块是唐朝的，这唐朝距今得有1000多年了吧？这东西如果对的话，那就厉害了。大爷，这东西是搁哪来的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小包工头。上个月给富二代盖房子去了，没想到他地基下竟然放了一个金砖。我趁有机用一块硬币给他换过来一个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做了这都不对了。人家地基下面放金砖，肯定里边有一定的看法。你这用硬币给人家换过来，这太不地道了吧？我有我的难处啊！你这可不，这我可在防着万一。你不知道这个富二代啊，他说的是他可有钱，其实他平常
好拖欠工人的工资。哦，大爷，我这事我得说说你。你既然知道他是一个爱拖欠别人工资的人，一般像他家里边的活，你就不应该给他干。你想想，像你们这种掏大力气干重活的人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盖房子那工程量很大，房子给他盖好了不给工钱，你这图的是啥嘞？你不知道我们这以前干工程的呀？只要有活干，总比在家闲着强。他拖欠的工资比没有钱强啊！你这话说的确实是大实话。无论做啥工作啊，只要有活干，都比闲着强。闲着没人给咱钱啊。我这次幸亏我留个好手。他果然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工钱。这最起码逮到一个金条包子。大爷，你这算盘打的果然姜还是老了辣。但是富二代拖欠你的工资和你私自拿别人的金砖，这可是两码事啊。我也不懂3七21，我也不管他3七21。你看看这黄金，一克多钱啊？这个金砖嘞，你能给我多少钱吗？现在黄金多少钱一克？大爷，和你拿这个金砖没关系。你这个如果对的话，这可是老股东啊。股东不股东无所谓的事。你看你给我多少吧。这幸亏又不是股东，如果真是股东呀，那个富二代他不会傻到地基下边放金砖。你想想那个砖头混凝土得多重，肯定给你压得扁乎乎的。如果真是过去唐朝的金砖啊，这最少得大几百万了。盖栋房子才几十万，这毁坏几百万的东西不现实。唐朝那时候的金砖被称为金庭，样式啊和你这个差不多吧。它当时的字体和你这个区别很大，字体你看这一看这都是电脑体，而且当时那个金砖上面都是粘刻上去的字，而你这个很明显这直接砸上去的，工艺区别很大。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材质不对，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，你这个很明显托在手里很轻。还有唐朝的黄金啊，它的含金量不高，成色看起来没这么亮，而你这个一看就是典型的工艺品。再看一下这底部，你看这有砂轮磨过的痕迹啊。买的话地摊上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吧。不会吧？那富二代有那么有钱，咱给他换个，再让换个家里，这太可笑了吧？这简直。盖房子地基下边放点东西啊，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。你经常给别人盖房子，你多少应该懂啊。说实话，你这幸亏是个假的，如果是真的话，你当普通的黄金卖了，万一被富二代哪天发现了，你真是吃不完兜着走了。哎呀，丢人呐，丢人！这事弄你看多尴尬。不尴尬，只要你不尴尬，你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俺媳妇儿啊，这次估计是失算了啊。小年子借给邻居钱，5000块钱换了11块银元，这一次估计赔的呀稀里哗啦的。5000块钱换回来11块银元，不会赔钱吧？再说了，邻居咋可能会忽悠你呢？来，我看你啥样的银元。俺邻居把话都说到前头了啊，无论是真的假的，他都不会退了，因为他玩牌输钱了，估计钱现在也没了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11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，因为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开门啊？这好像不是门上的东西吧？你就看看会不会赔钱吧，揪心啊！开门的意思就是银元真假没问题。尤其是你这11块银元的包浆，可以说是百年酱菜味道币。这种包浆啊，就是没有腐蚀到底板，而且壁面有带光，所以真假毋庸置疑。5000块钱买了不会亏，一般个人卖给你的这个价钱啊，只能说明他不懂。看你说的，他卖的不懂，我买的也不懂啊。银元现在有那么贵吗？这不是说的银子现在很便宜吗？不是几十块钱一个吗？银子和银元没任何关系啊，几十块钱那是以前的回收价钱。如果真值几十块钱的话，那媳妇儿也不会给他5000块钱收回来啊。对呀，所以我都说他吃亏了。这11个的话，5000块钱收回来，花到500块钱一个了。说实话，500块钱一个买的并不贵啊，除了这两个品相稍微差一点之外，其他的都没什么毛病。而且我看这壁面有的还都带彩，说实话，大漏捡不到，捡个小漏还是有的。一般着急用钱的人啊，他卖的东西啊都便宜。俺邻居他都喜欢玩牌，每次玩牌都出钱，输了钱之后啊，他都拿家里面的东西便宜卖。反正我感觉俺媳妇买贵了。恁邻居说实话，他是一个不真干的人，玩牌10赌9输，输了钱别卖家里边的东西，那都是金山银山。
说实话也有他卖光了一天。对呀，摸着他这个心理了，就不应该给他那么多钱，给他个3000块钱，估计他也都买。你这心里想的挺好啊，但毕竟都是邻居了哈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再说银元也都有一定的市场价，你给的太少了也不合适。3000收的话，一个才花到200多，很不现实。反正这一次俺媳妇儿是做的非常敞亮，你给我看看能挣多少钱？要懂得知足常乐才对啊。挣钱是必须的。先说你这5块小头发，这笔面这都是无伤无戳，品相算是通货的状态吧。你看这稍微带一点彩，而且还有光，因为这个小头啊是这个所有银联园里边发行量最大的。目前行情价也不是太高。你这里边啊也没什么板，所以现在的行情价700左右，5块3500。3000多嘛？对，相当于这剩下的这6块，1500块了。对，不知道这6块，能值1万吗？你这变化挺大的啊！刚才还说不值钱呢，这会儿又高看他们了。先看你这2块稍微品相不怎么样的吧。你看一个就是磕比较严重，这都是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掉地上了，或者是人为故意磕碰的。另外一块这个笔面就是稍微有一点注缺，2块1600左右，剩下这4块相当于就是你赚了。首先你看他们的包浆，这都是带彩的，很可惜啊，你这4块里边没有带板，也不是什么之前的8年之类，没板又不是稀少的年份，只是普通的通货大头，1块1100，4块正好4400，相当于是扣掉你5000的本钱，一下子净赚4500。可惜了，竟然只赚了4500，对，太少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最多给他3000，那不是又多赚2千吗？还有那句话，知足常乐。现在转手一下子能赚那么多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再说银元这些东西你又不懂，像这种裸币啊，只要不买假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再说邻居也不是外人，挣你该挣的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东西留给你吧，我去领着俺媳妇儿去吃大餐去。好。看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银元，看成银元里面的大熊猫了。我感觉你应该是没见过吧？恶兆了9年元大头，你别说见了，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，我只见过恶兆了2角银号。哇塞，你这两面咋都是这个袁大头啊？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刚才我就说这是银元中的大熊猫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银元，只有我家里有。确实是没见过，而且你这一面还是签字版。我知道3年里边有一块签字版，而你这个竟然是9年。笔面这也不说一眼看门啊，做工看着很一般。我看你年纪得有60、70岁了，这么稀奇的双面银元，这啥时候从恁家传下来了？我今年都快70人了，这个银元在我家里最少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啊！我老太爷留下来的。100多年前老太爷留下来了。但是民国那时候，他即使是1兆的银元的话，1兆币也不带有这样不严谨的呀，哪有双面这都是袁世凯头像的呀？你啥意思啊？我这个双面银元它是有来历的呀。当时我老太爷在过去在武昌造币厂收入一把手。这个双面银元是专门为我家制造的。我知道恶兆2角是出自武昌造币厂，因为存世量较少，一直受到大家的追捧。但是像你说的啊，那老太爷是武昌造币厂的一把手，专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造一个版的银元，这也不太现实啊。因为银元的木模很贵，都是花重金请国外的设计师雕刻的，代价很高，在当时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吧，才有这个实力啊。现在咱俩不过多的讨论这些问题啊，还是随着实际的吧。我感觉现在少500万我是不买，要价500万。如果真像你说的是孤品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话，那后边再给你加个0也不为过啊。你说这话我爱听。我现在都一把年纪了，要太多钱也没多少用，能够给儿子买2套别墅就行了。大爷，你的要求不高，我也不能光听你在这里讲故事，具体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，还得看它的版和这个品相。那你就再仔细看看吧。俺这银元在你手里，价钱只能多，绝不能少了。再说你这个银元之前，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对这个银元的4点看法。第一，恶兆在2角银号里出现过，
且只有9年这一个年份。恶造二角啊，现在一直都是大家这个追捧的大神。至于医院，说实话闻所未闻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对的地方。再看另外一面，也算是犯了同样的错误。这个签字班啊，在3年的班里边只有3年这个年份有，当时因为是属于样币，并未公开发行，所以价格也不便宜。但是你这个又是9年又是签字，这很明显让人看着很不舒服。反正是两面这个都犯了这4个毛病。你看你别挑毛病了，你直接给个价吧，给报个价，看看这给多少吧。我这不是挑毛病，我看你这个银元啊，按理说如果是触摸的话，不存在这个弱打，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边齿，有些地方它是弱打嘞，还有它的这个字口，这很明显啊，这个和深打挂不上边儿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另外第4天就是它这个褒奖了，可以说是整体品相没有褒奖。你也知道，100多年前的银元，它放到现在无论如何它都是有褒奖的，不像你这个什么都没有。还有它这个边齿，你可以整体看一下，整体划一，银子倒是银子，应该算是现代的真银假币吧，100多块钱的样子吧。100多块钱，那这个价钱给的太少了。我这准备给孩子买别墅的呢，少500万绝不会买的。500万，你想的也确实挺美。你知道现在500万能买多少个大神吗？像我说的恶照2角能买100个。3年的签字班，说实话也能买1个了，所以大爷，你这买这个不太现实啊。家产的双面大头，你居然不识货银元中的大熊猫呀！对，我去找识货的吧。那行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吧。好吧，好吧。 20年前啊，我小时候借俺家2000块钱，现在他发达了，借了钱只口不提，就还给俺爸俩破银元，这太寒碜人了。借2000还2块银元。我感觉你们现在应该不吃亏，因为现在2块银元也不少值钱了。来，我看啥银元？咦，吃大亏了啊！他拿借的这2000块钱买块地，盖2间房子，拆迁赔了几百万。你说这2块银元能值多少钱？你这2块都是平级银元，我看这还都不是普通的银元，比你们20年前的2000块钱，这是绰绰有余啊。老板，你回去算账啊！2000块钱翻了几百万，他就是给我100万也不为过。哦。借2000还100万，这个账我确实没听说过。但是你这2块银元状态都不错，最起码你看有一块这个招币中长，这都不是便宜的币种。另外一块虽然说是冤大头，但这也不是普通的冤大头。我很好奇啊，2000赚几百万，恁小叔这是咋赚的呀？他之所以能有几百万的身家，确实都是我爸借给他2000的功劳。哦，他拿着这2000盖了房子，没过几年就遇到了拆迁，直接赔1套房子。哦，买地遇到拆迁，那完全是恁叔的这个运气和他独特的这个眼光应该有关系。1套房子咱这也卖不了几百万呀。1套房子确实卖不了几百万啊，但是之前赔的房子又遇到了拆迁。几次折腾下来，他身价可就高了。像你说的挺戏剧性的，用我们普通人的眼光看啊，恁小叔确实是人生赢家，有一定的眼光和运气在里面。你看几次拆迁都被他赶上了，身价几百万的话，还给恁这俩银元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啥？这银元都不值钱。你想想，银子压根儿就很便宜，比2块这种大小差不多的黄金银元还差不多。你可能搞错了，这个银元压根儿就没有这个黄金的，有黄金的话那都是假的。再说这个银子即使再便宜吧，但是这银元它要不按银价卖，反正是不值钱。一点都不知道感恩。要不是我爸借给他2000块钱，他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身价。身价具体有多少钱啊？那都是那小叔的本事。你强求他分你100万也不太现实。有啥说啥吧。这还给恁爸这俩银元啊，确实对得起20年前借他那2000块钱。我咋感觉这种银元不值钱嘞？人家不是说几百块钱一个吗？连本钱都不够了，还怎么对得起那2000块钱？哎呀，给你吃个定心丸吧，几百块钱一个，确实买不到这种银元啊。先说里边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冤大头，XF97的意思就是流通过，里面有褒奖。你像普通的冤大头，现在一个也就是1000左右，但是你这一个不是普通的大头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原相和普通大头区别非常大，看着这个原相啊比较粗犷，这种是新疆版大头。这种新疆版大头啊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行量比较少，而你这个确实不错，味道比，整体品相还说得过去，因为比较少吧。说实话啊，
这个在咱们这边并不常见，5亿稀为贵。就这一块，我给你初步估价，这个得1万多。小小的银元1万多吗？对啊，老板，你可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绝对没有给你开玩笑，因为银元都是5亿稀为贵。再说你另外一块这个造币中长，一般这个造币中长啊，在我们龙阳里边是排在第1位，它是龙阳3剑客之首。你这个造中原味的 XF45分，但是笔面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毛病。你看字口全深大，尤其是它龙鳞这一面，鼻子高挺，龙鳞也几乎没有磨损，这个状态非常漂亮。就按现在的行情来算，就这一块造中也得1万多。怪了，没想到有那么贵，真是超出我的认知了。对啊，这2块银元，你看现在的市场价就2万多了啊！你看借2000还2万多，这说实话这可以了。那不可以，2万多也不够啊。乖，那应该给我100万，那才可以啊。我弄的，他既然这么值钱是吧？我回去我还给他要。这样吧，小伙子，知足常乐啊！既然钱已经还给你了，对吧？你就知足常乐吧，别再想其他点子了。这你都不用管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俺这个朋友啊，真是大方。10年前借我2000块钱没还，现在发家致富了，送给我20块当百的大钱。当百的大钱，随便拿一个可不便宜，一下子送你20个，绝对是大手笔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平常啊，提起来钱都没还，气得我咬牙切齿。这一下给我20块当百，我这心里面啊高兴的脾气急了。你不要高兴的太早，我看你这20块，这都是天宝当百啊，典型的日本大钱，这在咱们这里平时并不常见啊。不常见就对了，常见的才不可能值钱吧？没想到我这个朋友发达了，竟然还不忘提携我一把。提携谈不上嘛，你刚才不是说他欠你2000块钱吗？咱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最多算是抵账。20块如果都是这个状态的话，可以称得上是美品了。但是像这种日本大钱啊，品相即使再好，玩的人不多，价格它也上不来。这咋可能是日本钱呢？这上面明明写的是汉字，连一个日语都没有，你这鉴定不是搞笑的吧？上面写的确实是汉字，但是它的生产使用地确实是日本本土。现在你见到了呀，这些都是从日本那边买回来，然后入了盒子，再到我们个人手里边来。你说的这没有依据。网上专家说这是我们国内生产的。一个给我开到3万，20个整整是60万。60万。怪不得刚才你说那朋友发达了，再提携你。原来网上专家一下子给你报价3万，这价格是谁听了也开心啊！咱不说价格的事儿，就单说你认识网上这个专家，像这种天宝当百，他连哪个国家的货币都分不清楚，那他这个价格是咋估出来的呀？他说品相好啊，像这种品相的当百现在市面上已经非常难找了。我是怕亏了，所以我来找你估价。我估了价，恐怕你也想不中。10年前借你2000，这说实话，品相虽然说刚刚的，这20个一下子卖完，恐怕连你这个本钱都不够啊。你别胡扯了，我这北上的动车票都买好了，就差我带着东西过去了。我们说好了，你说交钱，你说交货。这给你60万的话，你肯定也不吃亏。像这种大钱啊，它流行于银元之前。首先，它的配比，和我们常见的当百一样，铜锡铅混合做出来的。因为铜锡铅啊，这种材质本身就很便宜，所以像这种大钱只能在本国国内流通。如果你想对外的话，那必须得用金银了。所以这种材质的大钱啊，比较局限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大。就拿你这些为例吧，你看你一下子拿出来20块，品相好是其一，你看几乎是没什么流通痕迹。如果放到我们这里这个咸丰当百身上，就这个品相确实能上万，好版上几万的都有可能。咸丰在位才10来年，而这种天宝当百整整发行了20多年。日本本身就小，一下子又发行了那么多，从它这个品相上来看，你都知道它这个使用率不大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像这种日本钱啊，在咱国内玩家比较小众，所以没有太多玩家，存世量又大，也就支撑不起来行情。市场价现在像你这种品相，给你按100一个。啥？100一个？对。你的意思是这20个才2000块钱？那相当于我朋友刚好用这个给我抵账。对呀，这个听价格勉强抵你那2000块钱的账。你这个朋友我感觉也很不地道。10年前借了你2000块钱，2000按理说也不多，他不还账本身已经疏离了，结果弄20个天宝当百抵账，你现在卖的话100%赔钱啊。
这倒是不至于吧？人家都开价3万一个了，这价格不会差那么多吧？那只能说给你估3万的价有问题，要么我估的有问题，反正俺俩估的价得有一个人有问题。建议你啊，再找其他人看看，大家说能值多少钱，最终才是他的市场价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聊啊，就是浪费时间啊！我还是找我的专家去吧，你还给我了。哎，没事，你找专家之前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，3-4而后行，别被别人骗了鉴定费就行。我吃个屁啊！我60万呢，没想到发财竟然那么这么容易啊！逛一趟国际，竟然让我捡一个好品相的赵总，竟然还有一大号的赵总1辆。呀，这哪是大号的赵总1辆啊？你这个单从正面看的话和赵总一样，你反过来的话，这区别还是很大的。这个是户部总制1辆样币，不管它是啥币，现在到我手了，那就成了个如虎添翼，2000买的，我至少这快卖到200万。你这个总制1辆如果是真币的话，确实能上100万之多。但是你这个品相状态确实是原光币，而且还带环彩，这个物以稀为贵啊。本身这种样币它的存世量就少，所以好品相的价值很高。我看你这连名字都喊不上来，何来2000块钱能捡大漏啊？不是我吹牛嘞啊！我去那家锅儿店嘞，那个锅儿店有100年的老字号了。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小青年给那看店。我一看，他长得迷迷糊糊，呆呆板板的。所以说2000块钱的还价都没有还价啊！我买着了那个大号总币。大号赵总，原来这个总制1辆就这样买回来了。有一个问题你没有搞明白，人家老板怎么可能对自己卖的银元不知道价格呢？他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他爸是老板。那一天刚好没有在家，交给他儿子看店呢。我才捡个漏。人家经常说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既然他爹都把剑交给他看了，这足以说明这个年轻人啊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虎虎无犬子嘛，玩银元嘞可不能按年龄大小对吧来看人家。我还真的有点看不起他。就这块伸手给我出2个手指头。我还以为是20万嘞。谁知道2000。我扶上赶紧头就赶快走了。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尤其是买银元。首先呢，学会看真假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另外，这个价格也很有讲究，你不能说你对银元不懂，就单听这个价格便宜就认为它是真东西啊。我真就是真银元了。我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买家。对方给我开200万的天价。我这买车买房，那梦想不都规划好了梦想？有梦想是好事，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人家那200万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既然今天你给我拿回来了，我就给你简单的说道。首先，这个户部总制1辆啊是属于样币，并不像你说的是赵总1辆，这个从名字上有差别。既然是样币啊，它就没有发行过，它这个存世量是非常少的。既然古玩店里有啊，一般都会把它当作镇店之宝。毕竟我们个人开店的，几百万一块的银元不存在说让你一个不懂行的去捡漏，最起码来个市场价也很正常。你分的有道理，分析的有道理。反正我是捡漏了，怕卖亏了，所以说我来找你估价。那200万肯定是不亏，毕竟这个是你2000来的，怎么说这里边也有100倍的利润了。按理说你这多少钱来了有多少利润，我并不羡慕。能挣多少钱那是你自己的本事，但是这个真假你得给别人把好关，别等到最后你给人家一块假银元就不行了。首先啊，你看他这个包浆，刚才我说了是属于环彩，环彩确实稀少，但是你这个环彩这一看这都是做上去的，这是第一个疑问。第二个，币面压力咱就不过多的讨论了，咱就看他这个边池啊，一块银元再造假，他这个边池造不了假，从头到尾你看没有任何变化，所以说我看你这个银元不行，反倒是银子没啥问题，这一看就是含银量杠杠的，这真假啊，这瞬间都打脸了。你这鉴定结果不影响我发财的路，只要那位朋友，王老板给我出200万，没问题就行了。你找买家的话，你最好还是把眼睛擦亮，别遇到那些网上乱七八糟的专家，等你把东西拿到之后，再给你要一些鉴定费之类的，说实话就搞笑了。你说的问题，都不存在。不存在。现在是有钱的人
他们手里有钱，他买不到这东西。关键是他们买不到我这个好东西。那行吧，那既然咱也没啥可交流了，那在这里都祝你梦想成真吧。给。好的，感谢那个茶壶的老板呢，不然我也不会建大楼啊。俺朋友家传一块冤大头，上面说带个燕子不是值好几万吗？现在呢，他3000块钱卖给我了，这是我想着我大赚一笔的。你还真别说，这个确实是燕子斑，因为壁面带一些乱七八糟的包浆，不仔细看的话，还真是不好区分。既然价值好几万，现才3000卖给你，你不感觉事有蹊跷吗？这有啥蹊跷啊？俺朋友现在呢，他着急用钱。这便宜相当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正好我也接他的急了。哎呀，你像平时的江湖救急啊无所谓，但是价格错的多了就得警惕了。尤其是壁面包浆，你看这看起来怪怪的，壁面看起来啊两面都露贼光，还有铝锈，总感觉太浮。看来你这完全对银元不太懂啊。银元呢，我确实不懂但是只要能挣到钱不就行了吗？那是。再说我都上网上查过价了，价值还中嘞现在。那价值是否可观啊，并不是用嘴说嘞。你这连真假首先都搞不明白，你还想从中赚钱会很难啊。再说了，银元无论什么版，它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你能查到的价格，并不代表啊，它就能卖到这个价格。我现在不想立马出手，我想在手里边再放个几十年再说。说不定以后啊，给俺儿管换套房子呢。你想的确实很美好，但是谁也没法给你做保证。这银元呢，给你还拿回去，我只能祝你梦想成真。你别急啊，本来我是想放个几十年嘞。这烟头做的没钱给俺朋友了，你看能卖几万。你这整的赚嘞另外把3000块钱我再给他。哎呀，你这是稳赚不赔啊！你拿别人的东西来卖，然后通过卖了钱之后再把本钱还给人家，看来你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人。没给那朋友钱，我就替你松口气。这块银元我看不对，可能你这个如意算盘要落空了。建议你啊，还是把银元呢，还给那朋友，不要从中作梗了。啥意思？咋可能是假的嘞？这俺朋友家从家里边传下来的，过去的银元哪有假的？真正家传下来的银元啊，确实没假货。而你这个燕子斑肯定不是家传下来的，尤其是它这个燕子，你可能看来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经常研究这个斑，它这个燕子造型啊，并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燕子斑啊，本身争议就非常大，有人说是安吉，也有人说是朱雀，市场炒作的热度也非常高，所以造假的也比较多。通常造假啊，都是拿一块普通的3件元大头，然后再做一个燕子的造型，给加上去的。但是你这个燕子斑太讲究了，连3件的元大头这都不是一眼开门。刚才我说的露贼光的意思啊，就是你这个银元壁面不开门，压力不够。因为元大头啊，它是最基础的银元，我们经常上手，真假嘞还是一眼能够区分出来了。你看它的这个边齿非常软，压力整体都不够，包浆而且太浮，尤其是它上面的铝锈，这都是做旧上去的，典型的真银假币一枚吧？真银假币？对，这个不是燕子斑的吗？对呀。你都说这个管值多少钱嘛？我管挣多少钱，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。你别说挣钱了，3000块钱你这幸亏是没给那朋友，不然的话你这赔的稀里哗啦。真银假币啊，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200块钱以内的样子吧。200？对，还以内？对。你在我估的是哪一出啊？家传下来怎么可能都卖2000嘞？你这不是胡扯的吗？我都跟你说半天了，你还是没听明白。这种银元啊，有可能是前几个月才生产的，哪来的假币是假赚来的？你这个朋友很明显是忽悠你了。市场价也就200左右，如果你想从中挣钱的话，你回去问问他50，看看他卖不卖给你，看他怎样回复你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你没忽悠我吧？没有。这弄半年是假的啊！我还以为是真的嘞，就让我瞎高兴了。对你这没上当就已经够幸运的了，回去还还给他吧。中，老板。我认识一个富2代男友，现在俺俩分手了。我拿他一样金酒壶，你看你有没有实力收？啥样的金酒壶啊？你神神秘秘的，你打开袋子看看呗。看来这个金壶这来历还不小了。我怕拿出来吓着你了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黄金酒壶，正儿八经乾隆年间的东西。你这整的糊里花哨的，这酒壶你看这有些地方这都生锈了。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酒壶底部应该写的是乾隆年制。
果然是乾隆年制，一般带这几个字的呀，并不可信，这都是唬人用的。你这想卖多少钱？高了我也不要啊。黄金的总量是400克，哦，你就按700一克吧。哦，大整账4期28万，你看咋样？说实话，你要的并不高。如果真是黄金的，又是乾隆年间的金酒壶，按你的价格翻10倍都不止了，因为股东啊从来不按金价算。可被你说着了啊！网上的专家给我估的是200万。哦，我觉得他的价格很不靠谱。咋了？我就只想卖一个金价。你这幸亏是不是恁家祖传的？如果是真正的黄金酒壶啊，你只按黄金价格卖的话，那你赔的绝对是稀里哗啦了。你不懂啊！网上的专家给我估的是200万。哦，他想让我先交2万的定金。我总感觉他动机不纯。哦，哪有东西没卖掉，我先给他钱呢？你说的太对了，网上专家专门忽悠那些啥都不懂的小白，给你估200万是一回事，收你2万块钱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你不上当就对了。就单说这个金壶啊，你看上面它这个铝锈锈迹斑斑的，这足以说明啊，它就不是黄金。专家说绝对是黄金。只不过清朝那时候黄金不纯罢了。哦，里面掺杂了有铜。时间长了，铜生铝锈太正常了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啊，还是挺聪明的。对于专家的话，可谓是不可全信，这又拿专家的话予以反驳。我告诉你吧，你说汉代以前的黄金不纯，属于正常。你可不要小看清朝，那时候的炼金术已经很厉害了。像黄金器皿制品啊，含金量通常用的都是足金。你看你这工艺，这外面这一看，整体就是浇铸而成的，包括它的福禄寿这几个字，这都是电脑体。而过去的金壶啊，是纯手工打制的，虽说工艺没有机制的精致，但是过去的工匠师傅那手艺绝对是1顶1的。只不过打这一件金壶啊，它需要时间长罢了。第二个，就像你拿过来的这个金壶啊，打开盖子，你看它这有那么厚，整体并不显得小薄。像你说的只有区400克，这重量不可能是黄金的。况且黄金是啥颜色？你看你这又是啥颜色？这一比这分明就是铜制品啊！因为乾隆年距今已经200多年了，这壶哪有老气儿可言？这一看就是分明上周才做出来的。这张口要20-30万，你说谁会傻到20-30万买到了？你说不可能啊！应该是你看的有问题。我这能有啥问题嘞？我那个富二代男友家庭条件很好嘞，不可能存在假货，大不了就是含金量不纯呗。哎呀，说半天了，咱俩不是含金量多少的问题，你这个材质它压根儿就不是黄金的，和黄金的它一点边都沾不上。我估了呀，也可能是一个大概，具体是不是黄金，又是不是古董，对吧？我建议呢，你还是多去这种实体店看看，因为你不能说，富二代家里他家庭条件好，他用的就是黄金啊。一般像这种黄金制品啊，在过去除了帝王能用，我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啊。你痛快点啊！你就说你给我多少吧，我心里好有一个数。哎呀，我很抱歉，你这个酒壶我要不了，这和钱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假的东西，你说实话，我要它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应该是不识货。我找一个专家去卖吧。那好吧，那你找专家也行，给你的带。我知道不让你看。那你看看又不少啥，对不对？又不给你少点东西。我昨天在俺外甥书包里搜出了一块带龙的银元，我这想给俺孙子加工一副银手镯。你说现在谁还用银元加工银手镯？况且一块带龙的银元可不便宜了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。反正是从我外甥书包里翻出来的，相当于1分钱也不要。毁了就毁了吧。哇塞，你这个不是一般的银元啊，这壁面这像镜子一样，这种广东龙太少见了。加工银手镯，这简直就是浪费啊！浪费啥？这可是给我亲孙子加工手镯的。再说带龙的银元含银量高，小孩戴上有好处。你可拉倒吧，银元的含银量都是9银1铜，这给孙子加工银手镯啊，可没啥好处，又硬又硌手。反倒是这个广东龙，你看它的状态属于未流通品相，价钱可不便宜。既然从外甥书包里边拿出来了，你当老爷了得问清楚来历啊，可不能随便给毁了啊。一块破银元也不值几个钱。他说是他幼儿园的同学送的。大不了以后赔他个100-200块钱不就算了？赔人家200块钱，你说的倒轻巧。这外面这个盒子 PCGS 都在收你几百的入盒费用。再说了，你拿外甥的银元给孙子加工银手镯，
你就不怕咱闺女说你相偏吗？他说就让他说呗，看看丢人的是谁。你都不知道啊！我平时给闺女带孩子，一个月也就给我那么6000块钱，你这不够干啥的呀？一个月6000可不少了，你都帮闺女带个孩子，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，你这有大把的时间玩啊。再说不耽误你做其他的事情，在咱周口一个月能拿6000的工资，这少找了很啊。好找不好找，咱再说吧。反正就这一块破银元，就这220多颗的银子，值几百又咋着呢？就当我省点钱嘛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。银子确实是便宜，好品样的银元太少了。咱说句不好听了吧，你出200块钱给孙子，你掏钱买一个，你把这个还给外甥还回去，毕竟这好几万的东西了呀。好几万啊？啥意思啊？这一点银子能卖几万？不现实吧？现不现实主要是看品相了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不了解其中的常识。就像这种广东龙啊，搁平时太常见了。因为广东省啊是省龙里边发行量最早的银元，流通时间也比较长。加上广东省在过去啊一直都是经济比较好的地方，所以它发行的这个银元啊基本上磨损的比较厉害，也就是说好品样的比较少。而你拿过来的这个与众不同，这笔面这一上手这一看，这都像一面镜子似的，这非常好。说实话，你这纸面你这就是不懂你也管看出来。也就是说这笔面带转光，这种光啊就增加了它的身价，而且你这个还带环彩，环彩啊一般都很难形成。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磨损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种状态没有5、6万，这一面你也买不来啊。5、6万啊，这价格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这一下子可以买几千副银手镯了。对啊，那价值你卖了的话，你管买100多颗的大金镯子了。因为银元的价值，它其实并不按这个银价来算，因为它的状态越好，价值越高。你这幸亏是没毁坏，你要是真加工银手镯的话，我感觉啊，你今天晚上你都白睡觉了，你在坐那哭。就按你说的啊，直接给我变现吧。啊，我去给孙子买大金镯子去。得了吧，这么贵重的银元你可不能轻易变现，当务之急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给那外人拿回去。几万块钱一个的银元，对吧？你得问清楚究竟哪来的，可别相偏了。你卖了给那孙子买个金手镯，这都完了。你不要算了，我反正也知道价格了。我再找其他人看看。你可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俺家祖传4代人的银元。这整8000块，你看能给多少万？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少，但是我看这都是20文的铜板啊，这可不是啥银元。如果有8000块的话，这也不少卖钱啊。你刚才说这不是银元？对，是不是光线不好呀？这老银元老包浆。光线很好，确实是老包浆。基本上你这都是属于铝坑生锈包浆，反正就是锈比较大。一般这种铜板啊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，就是放的时候受潮了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大小这都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。我给你再纠正一下，这不是铜板，俺爷说的这都是银元。虽然说你是专家，这一点我再给你纠正清楚。那爷爷当时说的时候，你可能没听清楚。铜板在过去被称为铜元和银元啊一字之差，但是价格差异很大，因为它们的材质啊很明显不一样，一个是银，一个是铜，从这个颜色上就非常好区分。俺爷说银元里边含那个铜，时间长了生铝锈太正常了，这些铝锈就这样来的。你不能动不动就是恁爷说，恁爷是吧？他懂的，他不一定就是对的。虽然说你这些铜板铝锈比较厚，但是笔面的颜色，这还是能看清楚的。这很明显，这就是铜的。咱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这银元是30年前我分家分的，那时候俺家是万元户，俺哥分出1万块钱，我就分8000块这个。说实话，90几年那时候啊，万元户那时候的1万块钱，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，而且那时候铜板都没有价格，基本上那时候铜板，也都是随铜的价格。你那时候选1万块钱的话，要比这个铜板强多了。咱俩想的正好相反。搁那1万块钱买摩托买电视，几个月都白光了。我这银元一直放到现在，准备养老嘞。我这挺佩服你的想法的。虽然说铜板现在卖不了几个钱，但是你这8000多的数量，我想全部变现的话，也足够你开销好几年了。你这老板啥意思？动不动都说我的银元是铜板？
你痛快点给我个价吧。你这确实不是银元，如果是银元的话，哎，我都不给你乱报了。首先啊，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，银子它是白的，时间长了虽然说会生铝锈，但底板啊它不是啥的。而你这一堆啊，很明显这都是清一色的铜的。再说银元个头比你这个大，你这一看就是20文的铜板，20文的铜板比中元小一点，薄一点。首先它们的购买力区别很大，在过去比市面上1000文铜板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，也就是说50个你这种啊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1斤铜换7000银子，就是按斤称的。但是现在的银元比较贵，而这种铜板量比较大，价格一直没涨上去，相对来说非常便宜。加上你这种20文的没有价格优势，那是因为过去的20文和现在的2角银号一样，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用的钱，所以品相上来说流通的时间长比较长，然后品相各方面都不太好，加上龙旗比例啊明显不行，民国双旗比龙板多，所以按斤你这些状态而言，现在市场价大概7块钱一个。7块钱一个，你别胡扯了。银子一颗现在都10来块了，你给的价格太低了吧？我看从开始到现在，咱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我说这是铜板，你非得说是银元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真是银元的话，你这8000个的话，还真不少卖，就是卖破烂也得卖个几十万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我本来都打算卖破烂的，我想卖个几十万养老嘞，你给我7块钱一个，这够干啥的呀？铜板市场也就是7块钱一个，你主要是你搞不清楚材质，这个一味的咬定是银元，你这是属于放了30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！我建议你啊，随便拿几个，你多去实体店打听行情，先学会研究，哎，认识究竟是银元还是铜板，对吧？到时候再卖。我谁也不问，俺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我说啥他说啥。那好吧，那你再找其他人卖吧，这东西我要不了。俺孩子200块钱买回来1块银元啊，我给他用自来水洗了洗，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坏事，他竟然让我赔10万。什么样的银元洗一下能损失10万块嘞？我看你这也就是入公摸盒子的湖北龙啊，我先看看价的吧。他说他那块银元是养了100年的宝奖，贵就贵在宝奖上，你说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哎呀，我看你这个湖北龙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，给分是 MS61分，这笔面确实是带光。我说句这个实话啊，你用自来水洗的话丝毫不受影响，因为自来水啊它又不是啥洗鼻水，洗鼻水可以把笔面的这个包浆洗掉，自来水洗不掉包浆，只能说洗掉上面的泥巴。我看你这个价值并不受什么影响，这200块钱搁哪买嘞？上个月我家孩子200块钱买到同学的哦，本来他们年龄都差不多大，那是他同学拿那个银元去集卖行卖，人家只给200，我儿子用他的压岁钱给他同学买回来了。那幸亏是那200块钱给他买回来了，不然200块钱你卖给集卖行的话，那这个银元就亏大了。有些老板啊，看孩子年龄小，报的价格很低，咱说句不好听的，就20多颗的银子也得值100-200了，还好200块钱给他买回来了。你这相当于是办一件好事啊！是不是好事另说，孩子拿回来之后，我用清水洗了一下，然后交给朋友去给我打了个盒子，结果硬要我赔10万。那说句公道话，让你赔10万没任何依据。我看你这个湖北龙啊，笔面并没有任何擦丝。一般银元在清洗过程当中啊，有的是操作不当，用铁刷子之类的上了底板，或者是用那种洗鼻水给洗残了。反观你这个底板啥事没有啊，反而笔面带底光，这就说明啊，你给它保存的很好。另外呢，又给它打了一个公模的盒子，还得另外掏钱。那依我看，他应该感谢你还来不及了。对呀，我这里里外外也花了200块钱了，加上我儿子出的200啊，这都花到400了。他回来说我给他调包了，你说这咋弄？你要我说句实话，他家里边应该有比这个品相好的，因为这个底板就不错。既然他儿子知道拿出来换钱，那很有可能啊，拿来还真不止这一块。你说的对，不做亏心事，咱就不怕鬼叫门。对，你帮我看看他这个能值多少钱吧？反正像这种挂着 MS 级别的都不便宜，因为这种状态的银元啊，是属于那种未流通的品相。首先，你看这笔面确实没啥包浆，基本上像这种带光的也不会有啥包浆，所以像他说的把包浆洗掉不存在。
你想想，100多年前的银元，它即使有包浆，你用清水洗也洗不掉啊，因为洗银元有那种专门配置的洗笔水和笔面包浆啊，才会产生那种化学反应才能洗掉。笔面多少带一些腻味，是吧？你看这龙鳞也不错，你看一下，细看都是全龙鳞，贵其实就贵在一个光上啊，就冲你这个湖北龙带光的状态，大概我感觉在6000左右吧。才6000啊？对。我还以为让我赔10万块钱，还以为他这块银元能值几十万呢，这不是拿10万块钱吓唬我了吗？不管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，我觉得啊，你还是要重视一点，毕竟这200块钱都是孩子之间他啥都不懂的交易，咱作为大人啊，一定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。还好您并没有这个大范围的改变银元的外观，不然就真的都说不清楚了。就这已经说不清楚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家长是咋想的，我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楚了，实在不行我把盒子砸了。那你千万别砸盒，我看你这啥都不懂，砸不好的话，你再把这个里边的银元给砸坏了，那就大麻烦了。本来包浆都没怎么动，他炸唬你10万，你破坏银元那就更麻烦了。赶紧原封不动的还还给他。那只能这样了，傻着等，最后银元还得返回去。对，哎，还还给他吧，还给他，以后啥事没有了。我这家产一块小头银元，我朋友说市场价也就那600、700，他非得给我1000块钱买走，我感觉这事有蹊跷。这能有啥蹊跷的呀？你像普通的水小头也就600、700块钱的样子，很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包浆好一点，恁朋友才慷慨给你出1000的高价吧？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方面原因。我朋友这个人平时说实话谨慎得很。他绝不会做那种说是赔本的买卖。你还真被你说着了，恁朋友这个人确实很聪明，他应该是对银元比较精通。因为你这个银元啊，除了外边的包浆漂亮之外，最主要还带了一个好板。你看它这两边点朝上面有2个3花，这是小头里边的大名誉品，左右3花，板好包浆好，哪都好。我就说我这个朋友啊，他也不是吃素的。是的，为了我这一块银元啊，我跟你说，天天电话短信骚扰我，真是不胜其烦啊。那朋友应该是看你不懂，其实完全没必要对你藏着掖着。既然他喜欢，可以坦坦荡荡的告诉你市场价。假如卖给别人1万块钱，作为朋友一场，象征性的少个300、500嘞，低于市场价买回来一个真东西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也太对了，这天天缠着我，弄得我什么都不懂。我这也懂了。一查拍卖价，就我这块银元，100多万，100多万有点过了。因为像这种孙小头太常见了，可以说它这个发行量不比任何一个年份的元大头少。民国后期使用的都是这种孙小头，所以说你这个是左右3花板。这个平时这个板虽然说不常见，但是存世量还是很多的，不至于说能上100万，很有可能是你查错了。那我查错了，我一个人查错了，那很正常。那相比他们有经验的，像那老专家，难道他们也查错了吗？这就说不过去了吧？这我听明白了，你这是找网上所谓的专家询价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像这种小头普通的和那种100多万的区别很大，虽说长得都一样。但是你像那种能挂着100万级别的，都得 MS 冠军分了。能挂着冠军分的，那肯定不像我们这手里边拿来拿去的这流通过了。你也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。就像我这个银元，我跟你说，独一无二。你想在世界上说找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我跟你说，难如登天。你说这话肯定是专家告诉你的。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你这句话也有毛病，也没毛病。你没毛病指的是这个银元的包浆，它是独一无二的。它即使同时放在一起的银元，对吧？它所产生的包浆也不一样。但是包浆独一无二，不能意味着它就真值钱啊。因为啥吧？你像我们众所周知，小头里边无非也就是上5星、下5星贵一些。因为上下5星他们的发行时间短，存世量相对来说更少，物以稀为贵嘛。但是你这个左右3花，它虽然说是小头里边的名誉品，比普通的小头存世量少，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很多的。你这个好就好在状态不错。首先你看这两面都是大老黑包浆，味道足。大老黑是银元里边最难遇的。另外就是流通痕迹可以说几乎没有，而且还都是全身打。就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看卖个几千块钱还是有了。
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啊，几千块钱，那比着100多万，那价格给的是九牛之一毛，我感觉我再傻也不会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。你看，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啊，你看你这相当于一句都没听进去啊！你想想，这种银元它就是过去的流通货币而已，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，咋可能随便拿出来一块都上百万了？你千万不要受那些专家的蛊惑，你以免上当受骗。我能上什么当，受什么骗？我聪明的很。我跟你说，目前来说，我就给他们几百块钱的鉴定费而已。你就简单的你帮你鉴定估价一下，他不要钱了。几百鉴定费其实不少了，你想想，你鉴定一次几百，后续你再坐车、开酒店、吃饭，这一系下来可不少花钱啊！你为了几千块钱的银元，你再花，对吧？你再折腾出去几千块，那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1000块钱卖给那朋友了，最起码能落个人情啊！哎呀，我要人情不要钱啊，除非我傻了。哎，算了，我看你也不识货。好，那我还是去找专家吧。那你去试试吧。俺邻居是外经李密，别看他天天坐个办公室喝茶，我500块钱买他一块龙牙，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？我看你拿的是一块乳皮壳的赵忠啊，光听你这500买的价格，应该不会真。我先来看看。我感觉不一定假，因为我买的时候是趁他喝醉酒了。我相当于500块钱加一瓶酒，又加一顿饭换来的。一般像这种平底盒子币啊，都要仔细对比官网细节。你拿到手之后，可以看一下这盒子是否被打开过。转一圈之后，一切看着还很正常。你这几百块钱买来比较值啊。这个造币中上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币面带彩，而且还都是全身打。真假完全没问题，你这几百块钱花的比较超值。我感觉买的也比较超值。昨天我找我同事看看真假，他居然1万块钱想买走，你说我亏不亏？那你看你买的价格来看的话，肯定不亏。500块钱加一顿饭，大不了也就几百块钱的成本呗。但是按照你办事来讲，就有点不地道了。你想想，当时你是清醒的，恁邻居啊却是醉酒状态。这么好的赵忠，买的时候恐怕1万块钱买不到。你别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价值，因为啥吧？因为这银元有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，他喝醉了，啥也不知道。那咱先不管这个银元在哪里来的啊，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个赵忠是你了，别人请你喝一顿酒，然后几百块钱给你买走，到手赚1万多，你这心情作何感想啊？我肯定不愿意啊！他请我喝一顿酒，这一下子损失万把块。对呀，我肯定给他誓不罢休。关键是他喝多了，他再是喝多了，就一顿酒一顿饭的功夫而已。你看你的反应就那么激烈，酒醉酒醒之后啊，他肯定是找他的银元了。万一他问你这银元弄哪去了，你给他咋说嘞？我能怎么说嘞？反正我给他转500块钱的账我到时候啊随意给他搪塞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别人经常讲君子挣钱取之有道，你那500块钱的转账记录，它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赵忠，首先你看一下，它币面带彩，这种褒奖啊，它和普通的赵忠不一样，因为赵忠平时也比较常见，但是能有这种好褒奖呢，确实不多。常见的赵忠啊，皮壳大92的大部分都是大白币，而你这个带彩比较难遇，这是第一个比较好的优点。另外一个就是你这赵忠，你看两面全身大。其实啊，每块银元从造币厂出来都是这种状态，只不过是有些银元在市面上它流通的时间长了，对吧？它就会有流通痕迹，有磨损。鉴于你这个赵忠的状态不错，再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和鼻子，因为赵忠主要是看龙鳞和鼻子。就目前你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，大概价值能卖个17800吧。17800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我少卖了几千块钱啊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啊，低于市场价卖的话更快一些。那低于市场价确实是好出手啊，但是便宜卖对你来说没啥好处啊。不管你这个银元是哪来的，你低于市场价，对吧？低于一半的价钱，大几千的价钱，这是对朋友不负责任。如果你真给朋友便宜卖了，那你将来咋去面对你这个邻居嘞？这有啥？你完全想多了。我们只是酒肉朋友而已。如果他不让我赚点钱，你说我怎么会请他吃饭呢？吃饭喝酒，这不都是相互请了吗？你这话办这事儿，说实话，把酒肉朋友这4个字形容的淋漓尽致，你这太不负责任了。
说句实话，幸亏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你这是典型的小面虎，当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，你这办事太不靠谱了。你这个音乐啊，你赶紧拿出。说实话，你办这事让人气人，让人听了真气人。你得了吧，你要不是我见你真假本我早都怼你了。你还走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俺爷爷给我留下一块大银元我早稿都看过了，最少能卖200万。你看看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？200万的价格，这说出来挺吓人的。我看你这个还不是常见的大金旋伞，比正常的银元得大出来好几圈，尤其是它这个10元的面值，我这是第一次见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第一次见就对了。这可是正儿八经过去稀有的银元。别人都是1元，我这可是10元啊。我这个拖着这个银元的重量怪得有3-4两。3两多，正好是166克多。166克，看银色的话有点漏贼光。10元的面值，你看和下边的英文标注了有偏差。这种银元啊，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。这应该是那爷爷在古玩街地摊上淘来了吧？你正好说错了啊！我爷爷都不在好多年了。这是他的老房子，挖他老房子的时候，在地底下给找出来了。在地底下找出来了也实属正常。你像过去的老人，他都有那种传统的观念，喜欢在建房的时候啊放一些古钱币进去，大多数都会选择那种5帝钱之类的。而那爷这个应该是最近10-20年放进去的，反正是时间不长。哎，具体哪一年放进去的我也不知道。确实我爷爷盖房那2间房子，时间不是太长。几年都没人住了，他现在塌了。对，一般我们个人建了房子不怕住。就怕长时间不住人，是嘞，风刮雨淋没人打理，它就容易倒塌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这个银元如果真值200万的话，估计那爷啊不会放地底下了。你说谁会把值钱的东西乱放呢？放地底下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我才上5年级，我爷爷当时就神神秘秘的告诉我，说以后等到100年以后别忘了把这个银元给找出来。这就对了你当时读5年级，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，30岁呗。我今年正好35岁了。35的话也相当于是20多年前放进去了。90几年的时候，像这种工艺品啊，满大街都是，很有可能是那爷爷被人忽悠了，当成什么过去的大钱，他放地基下边了。你也别给我磨你毛做了人家高手都已经帮我估过价了，200万少了我也真不想卖。你说的高手应该是网上的那些专家之类的，他们估的价钱有漏洞。像这种大金旋伞的曲须龙啊，在过去也就发行了1元的面值的版、深版、浅版、带点版，另外还有几种其他的样币，也通通都是1元面值的。1元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个头一样大，而你这个外观上比常见的大头啊高出来好几圈，明显有点夸张了。面值你看它做的不够严谨，上面写的是10元，这下边的英文你看$1就是1元的意思，这是第一个有争议的地方。像你说啊，银元对吧，它的材质必须得是银的，而你这个你看有这么大又有这么厚，像你所说的只有区160克，很明显就不是银子了。再说银子它容易生包浆，而你这个外观啊，你看一下前后都锃亮的，这一看材质啊，就是那种不锈钢之类的东西。你好了吧？200万的银元让你说成不锈钢之类的，那你就告诉我，别人为什么要出200万买走嘞？你这不是还没买走吗？对吧？如果真买走的话，恐怕就不在你手里边了。有点远，我不是还没有去嘞吗？没去，你走出来问问价，对你来说，对吧？是好事。你想想，这种漏洞百出的银元能给你报到200万，无非啊就是想利用你的无知，别人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。他能忽悠我啥钱？我这不，你这是不能乱说，乱往别人头上扣死本子。没有。我倒是想给你2万块钱，所以你能帮我卖到200万这个价？很抱歉啊，我真帮你卖不了200万。买这种东西啊，你千万记好了。在这个银元没卖出去之前，对吧？你千万别随意给别人1分钱。像你这样的银元，我建议你还是多去实体店问问价。如果真值200万，肯定有人给你出价。如果真是像我的这种冷嘲热讽的，说明他就是假的。啥说假的，证明你啥都不懂。跟你说，就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感觉你啥都不懂，这老板。我啥都不懂，